Hello，大家好，我是赛季特。由于我自身的问题呢，我把更新的频率改到不定期更新，不会像以前一样一周可能会出2到3个视频，甚至可以说是日更。后面呢就是不定期的更新。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正确的来安装社区的应用。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我讲了很多这个社区应用，大家都没有发现我们应该怎么来安装一个我们陌生的一个应用。就如果我没有出过视频，大家可能就很多人就不会安装这个应用了，或者安装的时候他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怎么去找资料，怎么去什么样的步骤去安装。我一直呢都是授人以渔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以这个 File Browser 来讲一下如何去安装一个陌生的应用，或者说你曾经用过这个应用，然后呢你在社区里面发现它的一些选项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来今天直接就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到可用应用。一般我们想到一个应用的话，我们会先在这里边可用应用搜索一下。比如说我这里就搜到了 File Browser，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再想用自定义应用来安装。好，我们今天就说这个社区安装，自定义应用安装，我很早就已经说过了。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安装选项，我们把一些选项稍微填一下。就看到它这里会有一些环境变量，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假设这个是陌生的，然后呢，网络一般我们都是不需要动的，除非你有一些自己的需求，你可能要改一下它的映射端口，就改一下这个端口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储存，储存呢我们大部分都是要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PVC 呢它是不会挂载到主机上面的，所以我们需要修改或者是本地传输一些文件，用这个 PVC 是很麻烦的，我们需要改到这个 Host Pass，但是 PVC 呢有个方便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用手动管理，然后它的权限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它会自己配置它的权限，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优点。那我们再往下，Ingress 呢就是反向代理，这个所有的应用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知道看过我以前的那个 Traffic 的视频，大家都知道这个 Ingress 应该是怎么填。这个呢我们是不会讲到的，因为我们正常用可能不会用到 Ingress，就是不会用到反向代理，我们就不用管它。那其实呢，下面就不用，已经是不需要管了，已经全都是默认就可以了。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要知道这个应用是干嘛的，然后它的这个环境变量我们应该怎么填。OK，我们点下这个名字，其实它会有一个简介，就比如说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简介，他说这个是提供一个文件管理，什么什么针对一个特殊的目录，对吧？你不知道看不懂的可以这样翻译一下嘛，自己翻译一下。然后它这里会介绍的是在我们的 QChat 这个社区，然后呢，我们的 train 也就是直接翻译就是列车的意思，就是稳定版的意思。然后这个有个分类，媒体这个分类其实目前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的。然后它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其实是它主要是描述你和这个社区的这个网络是不是畅通的。如果你没办法同步，就比如说同步很多次它失败了，它这里会写不健康。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访问社区的 GitHub，我们直接输入 QCharts-apps，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 Charts，然后稳定版，然后我们可以搜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搜到了，我们直接打开。然后它这里呢，它的这个 README 呢会介绍一下，同样你看跟那边是一样的，它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这里呢会给出我们的源代码，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源代码，前面其实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要看这个源代码，因为我们的社区的应用全都是二次开发，就是没有我们是自己开发的应用，所以呢我们写的这个源代码主要是要参考它这个官方的，就是这个应用本身的官方的。它的部署的教程，就比如说这个 File Browser，我们看一下这个 Docker Hub 的这个部署方法，它需要让我们去它的仓库里去看，那么就去它的仓库。这个有些大部分它会在 Docker Hub 就已经写明了应该怎么使用的，我们就来到它的仓库，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安装，看这个 install 就是安装的意思。
然后呢，它这个应用呢，其实是不仅仅提供 Docker 的，它提供 Linux 还有 Windows、macOS 都有。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 Docker 安装，可以看到这边。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安装，你想要彻底的了解应该怎么安装，不用跟着教程走的话，就像我今天介绍这样，你一定要有一点 Docker 的基础，你起码这个 Docker Run 的命令你要看懂，不然的话你是这很难。或者呢，你可以，我等会儿介绍一些关键词，你记住这些关键词其实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杠 V 就是挂载，这个挂载呢其实就是针对，我们把这先打开。这个挂载呢，其实就针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储存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首先，这个 SVR， 其实这个是它用来挂载我们本地的目录用来管理的。然后它这有一个挂载的数据库，然后挂载的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来这里再看一遍，它这边会写名字 APP 配置目录，就是配置储存，这个就针对我们这个的配置。然后这个 dat 数据，那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它官方的这个杠 SRV，就是我们用户的储存文件。然后它这里的数据库储存，就针对它这个数据库储存。所以这样看下来其实是不难的，我们主要是要理解它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呢，这就来到了上面这个问题了，就是它这个环境变量。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里它官方给的它并没有写环境变量。你可以看到这个杠1是环境变量，这个 PUID 和 PGID 其实只是设置它一个用户，一切所有的用户我们都是不需要管的。所以它这里面并没有，它这上面写的这个什么 address 什么 base URL 根本就没有这个。一般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就不用填这两个选项的。就很多它这个选项，你看它是没有带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必填项。其实不是必填项的话，我们填没填的对它这个影响是不会特别大。如果是必填项的话，它这个一般官方的这个教程它都会说明的，它都会给你列出来某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当然，今天我们肯定不能这么浅尝辄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两个选项是干什么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有一些默认的配置写在它的默认的配置文件夹里边了。而我们的这个社区呢，它会尽量把更多的配置，尽量把所有的配置全都公布出来，让大家自己选择。所以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默认配置是什么。可以看到它一个配置的这个 JSON 文件，它配置了它的端口是80，然后这个 base.l 和这个地址它都是空的，然后它的日志格式，还有它的数据库地址，然后它 root 的地址。其实呢，看到这里呢，其实你已经知道它默认的这两个就是空的，其实我们就不用填。然后呢，它会有一个 root， 也就是它前面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地址杠 SRV。所以呢，这个杠 SRV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改的，但实际上呢，社区已经改了。这个 Fire Browser 呢，其实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挂载多个目录的话，我们就不能只挂载这个杠 SRV 了这个目录，我们可以 SRV， 然后后面再杠什么什么。所以呢，涉及到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社区的它这个我们用户的数据目录应该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社区了，回到我们的社区的这个源代码，一切的默认配置呢，其实都是在这个 v6.yum， 全都是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文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储存这个数据，它默认的已经改成了这个杠 dat，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杠 dat， 然后我们如果这里就不用填了嘛，对吧？就比如说，这是配置目录嘛，我们一般是不用手动改的，所以它就用 PVC 也无所谓。然后数据库呢，用 PVC 也无所谓，主要是这个储存，我们可以这边这样挂载一个。如果你想挂载多个目录的话，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快捷到杠 dat 下面随便一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字不能和你已有的名字目录重复。当然这里是针对这个 File Browser 的用法。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所有的应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规则，我们来重新再总结一下。我们根据这个规则，先在这个可用页面搜索，搜索了之后，我们可以点一下它的名字，然后看一下它的简介，就知道它是大概是干什么用的了。然后呢，我们确定我们需要使用这个东西，我们就来到社区的，GitHub，然后呢点到这个 chat，然后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信息，它是在哪个列车里边？刚刚是 stable， 然后呢我们就再进行搜索这个 File Browser， 我们再进行打开。然后这样，同理，它这里也有一个简短介绍。然后呢，它这下面会有源代码，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源代码，比如说它会提供 Docker Hub 的，它会提供这个 GitHub 的，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我相信你用 Docker 安装一个陌生的应用也是一样的步骤，是吧？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社区，无论是社区也好，还是它自定义应用安装也好，其实它的学习曲线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步骤。我们主要是要参考它官方的这个源代码，它这边一般官方这个文档都会写得很清楚，就这样的步骤。然后再根据它给的这个配置，我们再回头再去看一下。根据刚刚官方的文档给的配置，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 Video 这个 yum 是否针对官方修改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修改了这个数据目录。其实呢，这一套安装的流程呢，也不是特别复杂，也基本上就符合我们大家安装一些应用的习惯。就是先去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讲了什么，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社区的这个文件，它有没有进行一些修改，它和我们的官方文档有什么区别？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区别的，即使有区别呢，它也是很小一部分区别。就比如说，它可能就改了一下它的这个挂载目录，其他呢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一些特别复杂的。特别是针对那些有数据库的，就比如说 Nextcloud 这种数据库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我们只需要去管一下它本体的一些设置，因为数据库我们官方是默认都搞好了，就不用大家操心。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一键三连，这对我非常重要，非常感谢。